这是秦国的兵马俑，而真实的历史，兵马俑坑它根本就不是陪葬坑，而是秦国的忠烈祠。否则这些兵马俑为什么千人千面是怎么做到的？而每年只建300多个，一共建了30多年，它根本就不是集中生产，而是一个时代的积累。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做事风格，就首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秦国是墨家文化，在秦国积贫积弱的时候被魏国欺负到尽失河西之地，秦献公当时和墨家合作，墨家只用了10几年的时间就把秦国调整到最强的国，后来才踏平6国，一统天下。所以秦国它是非常依赖墨家文化的。墨家和儒家当时还是对立的存在，所以秦国无儒，儒家文化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才开始全面进行的。而墨家文化驾驭的秦国到底有多么强大呢？这是秦国的箭头，3个面最小的误差值能做到 0.02 毫米，非常接近现代加工的机床精度。而汉代之后的1000多年历史，这种精度的武器没有出现过。可以说秦国当时的生产力非常的强大，这是秦长城，这是都江堰、郑国渠、阿房宫，都堪称是逆天工程。然而这些都是秦朝修建的。在军事上呢，秦朝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不断的扩大领土，当时的外族根本就不是对手。然而在近代的地层学家发现了这样一个考古资料，在我们的历史上，秦朝百姓大多数居住的都是瓦房，到了汉代以后，大多数居住的都是茅草房，到了近100年左右才恢复到秦国的瓦房自由。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汉朝到清朝这段历史我们发展的如此之慢？很多人说都因为慈禧太后闭关锁国，而这才多少年，在我们的历史中1/10都不到，不足以让我们不发展。其实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文化。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除了儒家文化，他排斥所有的包括墨家的文化在内。那么儒家文化在历史中它到底什么样？今天我就来告诉你。如果大家想和我一起学习、写文案、剪视频、传播自己喜欢的知识、增收副业，可以找我加入文中引混剪训练营。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从本质上的理解最大的不同就是儒家文化是护卫皇权的存在，主张拉开贫富差距，让穷的人越来越穷，让富的人越来越富，从2级分化到多级分化，而目的就是为了护卫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首先，儒家文化它提倡的是世袭制，一家独大，下面一层一层的构建一个成熟的等级社会。比如我们常知道的士农工商要分等，比如男女要分等，还有官民分等、嫡庶分等，这就足以让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权利非常难以动摇，随之底层的百姓、商人、劳动者几乎没有什么公平可言。而这一点主张就是墨家他极为反对的。墨子说，如果后人都学儒学，那就很难发展。而真实的历史也确实验证了墨子的这句话。墨子的思想创造第一个就是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皇权要相互制约的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因为一个文明的发展它就是这么奇怪，如果底层的百姓、商人、劳动者越有积极性，越有权利，那么这个民族就发展的很快，强大的很快。而如果中下阶级的人没有资源、没有权利，那就会发展的非常缓慢。反之，皇权越强，这个文明发展它也就会越慢。皇权受制约，这个民族发展就会很快。而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参考近代的历史。所以儒家文化除了让皇权贵族舒服了，其他都荒废了。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墨子就提出了非儒，他要反对一切的儒家思想。孔子提出人要分等级，墨子就提出兼爱，人人平等，用兼爱的方式交换利益，而不是压榨剥削，更不要分等级。君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墨子在上贤上同中提出，这天下的王要大家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举之，反对一家独大。说皇帝的儿子如果是一个不懂得治国、贪图享乐的人，那么也要当上几十年的皇帝，这个国家还怎么发展？但是墨子提出的思想，他早在汉武帝时期就被皇权废除了，而儒家文化笼罩的社会无法调动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导致荒废生产，粮食根本就不够吃，饥荒可以说是5年一大3年一小，老百姓常年在温饱线上挣扎，个个面黄肌瘦，每天只想着如何吃饱，哪还有什么心思来谋发展？所以在汉朝之后根本打不过人高马大的外族。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墨家文化的强国和之前的2000年历史我们吊打匈奴，而秦国之后的2000年历史，匈奴看我们不爽就敢来犯。最典型的就是五胡乱华，到后来5万清兵入关就大败300多万南明部队，按楚云飞的话讲，就是300万头猪，几万清兵几年也应该抓不完。明朝人几千人打一个都没有打过，投降的太多了，内奸也太多了，怎么打？在近代历史战役中我们最不缺的也就是把头发梳成中分的内廷。而我们看墨家文化，他早在先秦时期，墨家弟子为了信义，183人可以全部自尽，一个贪生怕死的都没有，这就是差距太大了。
如果不是儒家文化的脱毒，哪个文明敢于华夏争锋？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文明，还是人口大国，为什么在近代被弹丸之地纠缠8年？后来有少部分人觉醒之后比如谭嗣同，他是第一个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儒家思想的，临死前还留下8个字：深念高望，四怀莫死。伟人曾经也都站出来说，墨子是要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我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弹丸之地当年也是通过墨家文化的一部分才发动起明治维新，成为了世界列强。墨家文化的10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轨、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如果你仔细分析它里面不仅有资本论的影子，还有国富论的合谋。如今世界2大核心经济阵地都采用着墨家方针，而我们作为发源的先驱，皇权为了一己私欲，还在弘扬儒家文化。当国人觉醒之时，或许就是墨家文化兴起的时候。我们要把儒家文化连根拔起。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我推荐给大家，不仅内容很全，还有翻译有注解，还配合着小故事，让你方便理解。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认字了就要看墨子。